如果你看到河面上有个漩涡，并随手丢入乒乓球观察，会发现乒乓球虽然在绕着涡心公转，却没有出现自转，始终都是没有字的一面朝向屏幕外侧，直到最后它被吸到漩涡中心才开始疯狂自旋。但用大号搅拌器在桶中制造漩涡，发现其中的物体每公转一圈就会自转一圈，如同月球在同时公转和自转，总是正面朝向地球。既然河面上和桶里的都是漩涡，那为什么悬浮物的自转状态有如此差异呢？为此，有人给超大鱼缸底部安装排水口，制造出和河面上相同的漩涡，然后投入小黄鸭观察，发现漂浮物绕着中心公转时，同样是一面朝向固定方向却不自转，到达涡心才加速旋转起来。究其原因，从底部放水形成的水面通气漩涡是自由涡流，其特点是质点的线速度和半径成反比，从外向内逐渐加快，而角速度和半径的平方成反比，越靠近中心，转速提高的幅度就越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来观察水面上漂浮的鸭子，发现它正沿螺旋线不断靠近涡心，但前进方向两侧的水流速度却快慢不一，造成内外侧不等的水流冲击力，对物体形成向外旋转的力矩，让它一边沿弧线转弯，一边又被流速差推动反向转体，以至于圆周运动中鸭屁股总是朝向前方。而鸭子的尺寸越小，这种无自旋的公转现象就越明显。如果继续收缩成微小的水滴，那么它绕涡心公转时就在做无旋运动，如同摩天轮的吊舱，只是绕着中心转圈，而自身却不自转一样。这个反常识的结论让人想到宇宙里的黑洞，其正中心是一个体积无限小而密度无穷大的空间极限点，称为奇点，它的质量占黑洞总质量的100%，因此奇点是黑洞所有引力的源头。而自由涡流的正中心也是个奇点，它的面积为0，但自转速度为无穷大，以至于这个点涡就像黑洞的起点，将整个涡流的旋度全部吃干抹净，成为自由涡流旋转的源头，导致外围流体得不到丝毫的自旋。但用搅拌器在水桶里搅起的漩涡情况有所不同，由于水被搅拌叶片推动前进，导致所有水滴都以相同周期公转和自旋，形成了各点角速度相同，而线速度与半径成正比的强制漩涡，看起来就像是钢体旋转，并且强制涡流里的悬浮物体就像坐上了旋转木马。由于水流速度从中心向外圈均匀增大，导致悬浮物体只承受恒定的水流剪切应力，因此这种强制漩涡并不会对漂浮物造成明显的水流撕扯。而前面分析的自由涡流，比如龙卷风的外围，由于从外向内气流会急剧增强，导致漩涡制造的剪切力越靠近内圈就越强，因此龙卷风不断逼近建筑物时，风力的撕扯破坏效果将越来越恐怖，这导致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随着龙卷风不断贴近而被撕成碎片。另外，自由涡流不仅外围质点是无旋的，并且它只靠初始的水流动能即可一次成型，而水的下落动能只是用来补充流体能量摩擦损耗的增程器，因此看似平常的吸水漩涡，其实是惯性压力和流体势能三者完美配合的结果。这些特点让自由涡流看起来既熟悉又反常识。